好，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啊，很久又没跟你们见面了啊。那今天呢，就想跟你们聊一聊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特别是我们夫妻二人的这种感情生活中我们常常觉得老夫老妻了都彼此互相了解了，那也就没有什么遮掩的。我有什么缺点，反正你知道。我想怎么说话，我就怎么样口里就说出来了，我也不需要什么思考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好像非常正确因为越往前走，越觉得说，哎呀，什么那个过去的恋爱的那种甜蜜什么都没了，是吧？我们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争吵了。所以呢，感情也会越来越淡，甚至到最后就把对方看成一个仇敌了这有的夫妻之间真的就是互相闹到最后离婚收场等等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师母也跟我们提过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呢，我们不能光消费我们自己的那种情感所积存下来的那点爱，我们还要积攒爱。这个才最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把爱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积攒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好不好？师母，我想请你先来聊一聊，好吗？这个观念对我们而言是新的哈。当我们在8、9年前去上夫妻恩爱营的时候，说我们的关系就像账户一样要存钱，要投资，要经营就没听过哈。那听着很新鲜，回来就想要操练看看嘛。可是学到的东西，这个理论上跟实际上执行有极大的落差就说虽然我们这个教我们的这个带领夫妇说的很理想就是说什么一天里面可以有几次是什么几次来着250次一天可以有250次的存款机会，我真想不到这250次你怎么出来的呀？我觉得这个很要进步的空间太大了您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夫妻之间那种存储爱的情感的方式，在一天之内我们就可以找到250次的机会，是这个意思吗？对这个是带领教我们的那这个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就在个人了嘛那方法告诉你可能性在这里，那我们怎么去找出我们的这条路径呢？对不对那一开始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挺新鲜的嘛哎呀老公怎么样你很棒你很好加油就会说但是没1、2个月就熄火了，对不对？就觉得哎呀说不下去了，就是不是一个你想到再去做又不是说3餐到了肚子饿你就会想要去做饭去吃就常常要另外一方催另外一方这边挤牙膏一样的才能勉强挤一点出来，就是不是一个习惯，不是一个自然的动作所以就有一个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养成习惯，就是理论停在那里化成生命实践还有挺大距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后来呢1年过后，我看这个情况真的也不行那基本功嘛还是要做，车子要前进，没有油怎么能够往前走呢更何况以前结婚了这么多年，亏空很久了，对吧一点爱都没有了真的是需要滋润特别是我我特别需要，我知道我老公其实他也需要，他不说，他不会明着要那我就会明着要又呱呱叫哎呀肚子饿老公怎么不肯定我所以我就考虑了一阵子就跟老公打个商量，我说老公好不好，我们开始每天把这个事情找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操练，每天都要做那他找他的方法，我找我的办法，那我们那个时候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上面做存款，我就提议啦而且我先开始那段期间我早上比较起来，我先灵修，那我们的提议就是说灵修完之后跟神之间
就最有灵性高度是最高的那一段期间，在神的话语里面吃饱了以后啊，把第一口这个氧气就存款到对方身上流程上就是我先灵修，读了神的话，然后呢，我就结束前我会给我老公存款，也许跟他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灵修心得啊什么的作为我自己的 routine 这是我早上，我是早起的鸟儿那我先生呢，他就是晚上的猫头鹰他白天的时间很长，而且他还跟我有早餐的约会嘛那他要找出一个存款的时间点，他后来那段时间他就选择在晚上晚上有好处晚上因为他一整天没有见到我，他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他找不到点可以存，对吧？所以他就会花点时间耐心的听我跟他报告今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注意到他其实还真的很认真听，他会耐心的听出要点，因为他待会要存款，懂吗？他要找出要点来存款，所以他必须听那这样子我们就进行的不错但是刚开始启动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是有遇到困难，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顺利那发生什么事呢这点我老公来分享。所谓万事起头难，那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我们本来不熟悉的习惯，特别对我们亚洲人中国人，然后又是男生，所以非常不擅长在这言语上面去表达情感的。我的原生家庭也没有这样的榜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始。但是知道这是对我们的关系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就一开始就是咬着牙答应了，而且看到学人他比较需要这方面嘛，因为每个人饭量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他觉得我好饿我已经快前胸也都饿到后背去了，所以可是他先做，他比较需要，他就愿意先投资，那这点触动到我觉得那我在这个不跟上就说不过去啦，这样实在是不合格的丈夫，对不对？妻子都已经先开始了，就跟上。可是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那种做功课或者完成任务的这种态度心态去做，通常男性也比较是这样，目标导向、任务导向，像 check 今天该做这个事要做然后没有做到，觉得就开始鞭打一下自己怎么没有做好呢？然后也很希望做了以后呢，得到对方的回应是正面的回应而不是说你没做好你这个不行我还是肚子饿那就会觉得很丧气，好像就会垂头丧气，比较需要一开始是比较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大概拖行的一段时间也就比较意识到说这样子很难长久下去，然后甚至那时候就有一些的情况是发现说，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他漏掉了那一天他灵修完忘记可能录音给我，或者有可能就是他录音了以后微信当中的传递有时候出一些状况，可是网络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我没有收到这个时候没有收到的时候，心里马上就有一个想法说，你看你自己提出来你自己都没有做到，然后呢这没有榜样，对不对？还要求别人做，心里就不高兴了，觉得不就说那我干嘛做呢？就觉得不公平然后呢就也想偷懒，其实是也想偷懒，因为不容易做，每天都要做，第一天第二天可以，一个礼拜以后你好像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就跟学员形容说像挤牙膏一样，挤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挤那种感觉那可是还要挤那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说实在的不能有到痛苦，但是是辛苦。所以当又发现对方没有做到的时候呢，给自己很多合理化的理由说那我也不要做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看我要听魔鬼的声音还是听撒旦的声音撒旦已经那种控告者就开始指控对方可是神的声音就会问我说你做这个存款你到底是为了对方也有给你存款你才做呢，还是你为了什么？我想想说我当初愿意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相信这对我们两个人关系有帮助。他说对啊，那对方有没有存有影响到你达到这个目标吗？严格说起来没有，只是心情稍微受到一点这个阻拦这是情绪的问题，而不是
所以我就自己静下心来，然后我觉得上帝就跟我上帝有个这样的对话以后，我就觉得那好，那我决定，不管薛仁有没有我回应存款，那么或者有的时候不管他忘记也好呢，或者是我还没有收到也好，或者我今天心情不好，那我都要调整我自己能够去朝这个目标迈进，因为我的目标是透过给薛仁存款来增进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嘛。那所以这个完全可以我单方面就做到的事情，不需要薛仁的他的怎么回应那我应该为这个完全负起责任来，而不是说因为对方没做，所以我也可以不用做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开始调整我的心态，看那一天呢，就虽然我没有收到薛仁的这个存款，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去按照我能够去做的去给薛仁存款。那我觉得久了以后，我觉得发现原来这样做持续要这样做，不只是帮助我们两个关系，我发现我也变成一个比较主动能够发现别人优点，而且去及时给予鼓励的人。我发现我自己的那个对别人的赞美的能力、肯定的能力提升了，我自己有提升，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那我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成为一个更能够去肯定妻子，发现妻子的优点，而且去支持她、鼓励她、安慰她、造就她的一个丈夫。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也是合神心意的，那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去帮助我们的在两个人的关系上面的进步跟建造。所以我就慢慢就发现说，哇，这个是真的是有尝到这个存款的这个果实了不只是两个人关系，我自己也提升了。就是好像这个刚学跑步的人，一开始上气接不到下气，但跑久以后开始觉得顺畅了，开始觉得自己的体能状态也真的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困难，然后但是重新停看选择，再一次的重新的出发以后，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大概我们做了我自己这方面可能要做到半年1年以后，我才开始感受得到这个对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有对我自己的帮助。我不知道薛仁那边是要多久，但是对我来说大概我可能比较慢那个老牛拉车比较慢一点大概半年到1年我才稍微感受到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有帮助的。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